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冷蔷薇，一个喜欢 TCG 的牌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皇子克拉松的构筑思路及打法思路分享。众所周知，我最喜欢的海贼王人物就是咱们的克拉松先生，包括之前一直研究蓝绿克拉松到现在的皇子克拉松，我是一直没有放弃过和克拉松有关的领袖哈。奈何这个领袖实在是缺乏高质量的单卡，所以一直只能是名娱乐领袖。但是伴随着 EB03 和 EB04 的发售，每弹都给了皇子克拉松一张关键补强，终于是在 EB04 的南罗 TT 发布之后，带来了这名领袖的春天，使得克拉松在这个 14.5 的环境里晋升成了一名有着不错竞技强度的领袖。甚至在上个月的旗舰赛上，我们的小武老师使用了我的这套构筑，在旗舰赛上最终打进了决赛并拿下了冠军，并且一路上是先赢艾斯再斩伊姆拿下女帝，几大主流都是全部赢了个遍。当然啊，我觉得肯定还是小武的操作优秀占大头，不过我的构筑也或多或少也有不小的帮助嘛。我自己也用这套构筑在积分赛测试了测试，效果也是非常不错啊，也因此是觉得至少不是误人子弟了，所以拿出来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够帮助到对这名领袖感兴趣的玩家。先给不了解这个领袖的朋友介绍一下领袖技能。一效果，每回一次我方特拉法尔加罗将要被 KO 的场合，可以改为将我方生命区最上方的一张卡牌加入手牌，使该角色不会被 KO。二效果，启动主要每回一次东减1，本回合中下次我方从手牌中登场费用为4或更高的特拉法尔加罗需要支付的费用减少2。因为所有的领袖技能都是围绕着特拉法尔加罗的，所以皇子克拉松也被戏称为我爱罗非常的信达雅啊。这里解释一下一技能， KO 是物理 KO 或者效果 KO 都是包括在内的，所以在面对黑色的 KO 系会有一定的天然优势。然后因为物理 KO 也算，所以这名领袖不会被养血，并且因为只说是保护罗，没说是保护几张，所以像仙桌石凯这种的群体效果发一次也能全保了，是个对巩固场面非常有帮助的领袖技能。但是唯独是面对蓝色时会有些薄弱，因为人家是效果离场，领袖技能保护不了，所以克拉松在面对红蓝艾斯或者蓝紫山治这种主要靠场面压制的领袖时会压力比较大。二效果就是克拉松能强势起来的点了，上怪节奏比别的领袖快，3费出4费角色，5费出6费角色，7费出8费角色，既能拥有先手的进攻节奏，又能拥有后手的多动优势，使得克拉松即便没有超扑能力，也能有很大的场面压制。唯一问题就是对追东会比较有要求，但是官方也是非常的照顾我们啊，直接是把每个费用节点的追东都给我们出齐了，4费的罗，6费的南罗 TT， 7费的紫罗，正好依次对应上我们的357节奏，帮助我们既保证了场面又保证了节奏。也因此这个卡组的构筑思路也是特别明确的。下面咱们就进入构筑思路环节。首先还是直接放出我的最终构筑哈，高费罗里面放弃的是7费的 SEC 罗，房离场选择的是5费的维尔高而不是2费的白星，依旧是12张的检索保证稳定性，并且携带了比以往要多一些的事件以应对不同的情况。经过几周的测试，这套构筑的稳定性很强，在线率很高，基本上没有完全应对不了的对局。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新的 TT 人带来了强大的进攻能力和防守能力以及充沛的资源，在辅佐上8费的女罗既能有安全的血线，又能把资源有效的调度起来，再加上老的紫7罗本身就是一张攻守兼备的强力单卡，之前发挥较差是因为单卡质量不高，现在质量上来了，直接实现了1+1大于2的效果。因此咱们的构筑思路可以说是异常的明确，先把这些强力罗带满，4张4罗，4张 TT， 4张紫7罗，4张女罗，保证咱们前期所有的节奏都有最适合的罗。正好这里解答一下为什么去掉了奶血的 SEC 7罗。首先一个是现在的卡位非常紧张， TT 人的加入使你构筑中大部分的组件都要围绕着它去进行构筑了。然后是手牌压力很大，女罗拉奶罗的话，手牌瞬间消失4张，很可能一下子对方直接就改变进攻策略了，不打你脸了。因为这点掉场面我其实是特别不能接受的。再有就是南罗 TT 因为是个阻挡者，有时候也能姑且算是变相的奶了一血，消耗的资源也是更少的，因此是很快就被我淘汰掉了。在解释维尔高和白星取舍之前，我先说下检索的取舍原因。这套构筑里面其实比较适配的检索有4张，除了我现在正在使用的砂糖、克拉松和罗，在海上海盗来当你们的对手，这张牌其实是我最早代替砂糖的位置。首先就是这张牌现在也依旧有它投入的道理，因为它其实除了找不了 TT， 基本上就是可以说是一张万能检索了。并且如果说你不打算投入维尔高，而是要想采用白星的话，我可能会更建议你不带砂糖，而是投入这张事件作为检索。因为投入砂糖的话，其实你就可以把我这套理解为是个双轴的构筑了。那么双轴构筑里最大的问题其实就还是稳定性。
性不如单轴，但是上限也会更高。但是如果说你更希望保护下限的话，就是可以放弃掉唐团的这些组件，然后带海盗打单轴，挂4个白星，这样你的空减率才能得到比较好的控制。否则双轴带白星的话，空减率真的不是一般的高。白星的主要优势有2个，一个是后手节奏更加的优质，比如4费就可以2+2，6费可以2+4，你能做到在铺场的同时把场面保护起来。然后就是保护范围更广，可以把2种的4费罗也保护起来，能确保自己在关键回合依旧有阻挡，这是白星的显著优势。劣势就是一个是对进攻性没有帮助，纯防守型单卡，人家5个格子你就只有4个格子，然后就是完全没有检索手段，只能靠抽。对于这种期望上手单卡，我的建议就是要么0要么4，那势必就会影响到构筑的思路。最后也是我最不能接受的，他的房地产 cos 的是翻血，我真的被人分开过之后养了一轮，下轮重力刀过，我一下就破防了，所以直接提出了构筑。然后说一下维尔高，对比白星，我最主要的选择理由有2个。首先是虽然白星可以跟着其他的罗一起下，但是即便如此，克拉松其实还是不能说他有了超扑能力。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单下个维尔高，其实也依然可以视为是个很强的动作，尤其是在先手5费情况下，先手2白星加4罗，我认为是小于单维尔高的。更何况克拉松还是个先手卡组，我希望我的先手节奏都是足够强的。再有就是不管你是白星还是维尔高，其实你的最主要的保护对象还是6费的南罗 TT， 能保4罗这件事，我认为它始终就是个天头。我觉得4罗就是解了就让人解了，我不太愿意花更多的资源去保它。在这2点考虑下，我是最终选择了维尔高而不是白星，也因此是采用了砂糖作为检索。这里可能会有小伙伴要问了，主播你就带2个维尔高不上手咋办呢？首先就是维尔高其实在90%对局你是用不上的，基本上只有艾斯、女帝和蓝紫山治这3个瞻蓝领袖里你会用，防的就是重力刀和乔兹，并且在面对山治和艾斯时，确实会特别希望维尔高能准时上手，山治可能比艾斯还期望。这种情况下，一个是调动目标就是维尔高，期望就是在5-7这2个节奏点一定能有维尔高，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也不是完全打不了。一个是砂糖再检索一轮，因为9费5+4也依旧是个不弱的动作。打艾斯后手的时候，你6费也可以是通过7罗来规避乔斯的问题。打山治的时候，你也可以通过观察他的墓地来判断应该是出6还是出7。打女帝应该是最好说的，因为它只有重力刀，起码7-8费才能用，先手就是7费5+2，这里的2可以是先砂糖再找一轮，也可以是4罗，都非常灵活，并且基本上都是有多次检索机会的。后手跟打艾斯一样，直接出7就能规避掉了，所以女帝是最好应对的。所以总体而言，基本上你只有在面对艾斯、山治先手的时，你才会特别的期望5费准时马尔高，其他时候一般没有这么高的需求。山治见的比较少，艾斯一般都抢后手，基于使用场景确实不是那么多的这点考虑，是没有带满，而是带了2。然后因为我投入了维尔高，所以伽马刀就会比神臂厉害了，这也是我的构筑建议吧。如果你之后想尝试单轴带白星的话，我建议是用神臂，因为主要作用其实都是为了拆艾斯的石胡子。维尔高搭配伽马刀相当于用2费减了7000，神臂是相当于用5费减了8000，伽马刀还能被1罗检索，就很优质了。但是如果没有维尔高，2费减5000就太弱了，跟神臂其实就没有区别了嘛。贴3东还是5费减8000，神臂还多了个3000反击的效果，所以伽马刀和神臂怎么选也是看你是白星还是维尔高。稍微解释一下砂糖对比海盗的另一个优势，就是这套牌所有的罗都是至少有2种检索能够去找它的，所以稳定性上来说也不是特别的差。单轴的话，南罗 TT 只能依靠1费的克拉松去找。再有就是砂糖能够检索我爱你和子弹线，子弹线能够大幅的提高你面对伊姆时的胜率。我爱你的主要作用是回收女罗，因为你一定是场面越大越容易赢嘛，对吧？女罗能不断的帮你争取到轮次，所以我是为什么减少了2000边罗的投入，因为有一个在墓地就够了。除了要死的那轮会是我爱你回收2000边，其他时候大部分都是在回收女罗。其他的2种2000边呢，乌索巴就是比较的常规了，紫色泛用，打伊姆最后横他的诸圣，而且这套牌里还能被1费检索，自然是要满中满。另一个 Baby 5主要是因为它是唐团，然后其他的2000边又确实太没用了，这个好歹能有点用，学里有最好，没有也就是压缩砂糖的空减率了。
丢手罗的话，有些小伙伴跟我说可以不带，因为就算你不带，对面也会防，威慑效果大于实际效果啊。我的观点是你防了我就当边呗，万一真没防或者对面忘了这张牌呢，打一母丢他俩五老星不是必赢吗？最后就是带了一个穿墙，我觉得怎么都得带一张吧，因为打一母艾斯时候打空血很简单，但是打死很难，有一张至少保留了可能性，真不想带就是换成第4张我爱你。以上就是我的构筑思路了，主要是帮助大家分析一下怎么选轴，以及房离场单卡上的取舍观点，希望能够帮助大家理清思路。接下来就是打法思路，打法思路上其实非常的简单且固定，除了面对伊姆和艾斯都是要先，因为这俩后手确实太厉害了。打蓝子路飞我也倾向于要后，这个一会儿聊。然后说下期望节奏，12张检索也是为了保证自己每局游戏都能复刻出这个节奏的，就是3费时下4罗，5费时下男罗 TT， 7费时根据血量决定要不要下女罗。如果对方进攻压力比较大，7费时你就已经是只有1血了，那就需要女罗去奶一轮。如果还有2血或以上，就直接上7罗或者 TT 都可以。面对那种有可能有重力刀的卡组，7费就是要下维尔高了。然后我这里是推荐，就算你下了个4罗可能会被重力刀，也是尽量要去打5+4的，因为正常领袖他下轮也就8费，开了重力刀基本上也就是等于啥事都干不了了。但是2个6000的阻挡者一直压在场上，不解就每轮多要2张手牌，所以他该解又必须要解，相当于是用一手逼了他一整轮的节奏。我个人是有的话一定会上的，否则他看只有一个干脆不解了，我还挺不乐意的。他不解我场面更大了，他解了亏轮节奏，这才是我更期望的结果。然后就是面对有重力刀的卡组，如果7费没有威尔高的话，7罗大于 TT， 万一真的就重力刀解俩6真是太亏了。其他情况下一律是 TT 大于7罗，因为首先是你前期上的阻挡者一定是要打出去抢节奏的，相当于他们除了落地的那个回合是个阻挡者，其他的回合就都是进攻战力了，因为你相当于是用领袖技能提前了回合数，比别人先干了事儿。那如果你不打出去给对面压力，等对方拖到后期，你的生物质量是拼不过对面的，所以前面就一定要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7罗的6000头就不如 TT 人的一次8000阻挡来的实际了，因为目前来讲大部分领袖也扑的没那么快，可能也没几脚公平。2到3脚的话，你最大的期望一定是一手保一脚，然后吃一脚，然后 TT 人嫖一脚，算上 TT 人抓了一张的话，等于你没掉资源过了一轮。但是7罗的话，首先是资源上就比 TT 人少了一张，然后你又大概率需要交2手去保血，然后再吃1血，里外里直接差出去3张资源，大家明白我的意思了吧？不过也有一种特殊的，就是在面对女帝这种以蹭为主的领袖时，我会更推荐用7罗去防守。首先一个是可以防重力刀，这个我刚才聊过，另一个就是女帝是真的基本上都是5000人，再加上血里跳出来的很可能超过3脚公平，那么男罗 TT 阻挡嫖一脚确实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了。以及克拉松打女帝很多时候是要放空血跟他打的，空血之后去解他一轮场，然后用女罗把自己奶到1血，以此循环保证自己每轮都有1血，不会被防墙角就可以。所以打女帝很多时候你还是期望吃血的，那我不如做个6000头，多消耗他的东反而会更好。其他领袖你就按照这个节奏扑就行，毕竟单纯的拼前期的生物质量没人拼得过克拉松。稍微特殊一点的是打蓝子甚至，不过咱们的具体打法是需要看手牌有没有维尔高和对方的操作进行随机应变了。首先就是如果你手里有维尔高的话，有就什么都不用管了，5费准时上就好打了，甚至有俩可以上俩，没有的话就是看对方操作。如果他从2费就开始炸东卡你的角色技能的话，这个时候咱们千万不要怕，你跟着他一起炸东就可以，因为山治前面自己也是需要东去做事儿的，他不追东自己节奏也就那么回事儿，还没有生物质量，所以你要是因为怕亏技能所以不加怪了，反而是给了他喘息机会的。因此最好的节奏就是你也炸东上怪，逼着他接着炸东亏节奏，也不用防他重力刀，因为等到他能解开重力刀的时候，你场上已经俩4一个6了，他一样很难受。之后你一直压7，他还不能断解，断一轮就要被打好多资源，所以就算对着亏也不怕，没有想的那么被克制。现在克拉松在面对伊姆时，就算先手其实也没有那么难打了，因为他解不掉你的场面，他前面角色也都不够大，等他能提前蹭你的时候，你场上已经起码俩8000了，很有可能他刚到10费就空血了。现在的克拉松给的防守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当然啊，我说这个不是让大家打伊姆抢先，该要后还是要后，只不过是也有了比较大的应对能力了。
所以伊姆反而不是现在主要害怕的对局，主要还是顾艾斯是比较大的问题，尤其是先手5费没有准时维尔高，这把可以说是基本就已经输了，因为你前面的场面是一点站住的办法都没有了。但是只要维尔高站住了，南罗 TT 再没断，这把就还真是有比较大的机会。关键点在于他第一个躺下来的胡子能不能用伽马刀解掉，因为此时正是艾斯资源最薄弱的时候，其实是有比较大的解掉的机会的，只要解掉了，艾斯基本翻身无望。当然啊，最主要的难点还是怎样5费准时维尔高，后手6费最好的也是维尔高，只不过出7罗也能接受而已。所以从容错以及限制对手的角度出发，还是后手最好。最后快速的说一下蓝子为什么要后，首先是2跳肯定比3跳容易，对吧？然后就是蓝子因为自己要跳费，所以很容易变成是在帮咱们跳费，因为4、6、7这几个罗都是不多于对面东就可以追东，所以咱们前期就可以不开领袖技能，直接上这几个角色，这样他到了10，咱们也到了10，他亏手跳的费全帮咱们跳了，并且咱们还不亏节奏，再加上咱们到了10费，操作空间也还挺大的，能打出很多的铺场组合，比如4罗加女罗，维尔高加 TT 或者7罗，甚至可以出3个4罗吓死对面都可以。这样做的好处呢，就是能有比较充沛的操作空间，推荐大家这样试试。OK， 那么以上就是我最近玩皇子克拉松的一些打法心得，希望能对大家理解和玩好这个领袖有所帮助。毕竟咱们熬了这么多个版本，终于是有些崛起了，推荐大家上手尝试尝试。那么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这里是冷蔷薇，一个喜欢 TCG 的牌佬，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